好 ，OK，我共享一下我的屏幕。好，OK，可以看到我屏幕啊，现在。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一个培训。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今天的培训老师，我叫 Harry。我们今天呢早上呢主要呢做的是一个卧式的一个练习。我们今天早上呢就要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卧式的一个练习，像这个空间一样。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完成的一个空间。好，那我们继续。好，那昨天的话呢，我们有学了我们的一个叫做建2D 的一个模型。那首先呢，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空间的2D 的一个画面把它建出来。好，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好，我们要把这一个的建出来啊！稍等，我把文件发到我们那个群里哈，大家都可以看。好，在聊天这里可以看到我刚发的一个文件，那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文件。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空间给它建出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平面在软件上面建出来。好 ，OK， 那我现在呢也在软件上面开始把这个空间给它建出来。好，那这个呢就跟我们昨天做的那个2D 的练习是一样的。好，先把它的所有尺寸给它标出来。
然后所有门的尺寸呢，跟我们跟那个门窗的尺寸呢，也要跟那个 PDF 里面的是一致。小杨有这个文件呢，你可以让小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你好看一点。其实这个或者我找见。也行。那你再建一次。好，那我们记得建完这个平面之后呢，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保存先保存它，不然我们下一步没有办法去操作的。老师，我对，不在群耶，可是我没有收到那个你发的那个在这里啊，在这里啊，在那里那里，这个俊的群里面，在我们现在这个软件的这个群聊这里啊，有看到吗？在哪里可以拿？在聊天，在我们这里呢，不是有个聊天这里吗？呀，可是没看到啊，这个我发出来没看到吗？你现在有没有啊，看到我的屏幕吧？有啊，屏幕有，对啊，哦，就是你屏幕吗？这是这是我的屏幕啊，你要看你的屏幕啊，看到没？在聊天记录这里啊，有一个的。是需要看屏幕来画。对，你要打开这个，因为你这样你们会比较好看嘛。然后里面不是有个文件对吧？然后呢，在文件里面呢就有这个户型的一个尺寸的一个信息。然后呢，你要打开里面，在里面画会好很多。我刚刚有发了图片，或者看图片也可以。图片有收到吗？图片图片也没有看到吗？哦，这么奇怪的。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诶，好，再发一次啊。
好，我现在又发了一次，大家有在群聊那里有看到我刚刚发的图片吗？谢谢大家有看到吗？还是没有啊？嗯？哦，sorry 哈，sorry 哈，我再发一遍，好，稍等哈。OK，好，好，再发一次。好，现在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文件了，因为刚刚设置那里呢，设置了私聊，应该是发到群聊这里。OK，好，好，OK，那现在大家就打开这个文件哈，里面有一个二维的平面，我们先把这个二维的平面先给它建出来。OK，然后在平面里面呢，会有一些门跟窗户的一些参数，我们把参数也给它设定好。好，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平面，然后里面这里呢会有一些门啊跟那个窗户的一些参数，我们把这些参数也给它设定好。
好的，现在这个平面大家有画好了没？好，OK，那如果平面画好的话呢，我们就要开始下一步了哦。有吗？还有哪位小伙伴还没画好的吗？好，那画好之后呢，我们记得要保存我们先按保存，这个非常重要哈。先按保存，然后把我们这个方案保存，然后呢，我们就继续下一步。好，保存完之后呢，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刚刚的一些参数有没有设置对。第一个，我们要点击我们的这个平面，在这里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叫做全屋高度，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高度把它设定成一个3米3000这个非常重要哈。先把这里设定成3000，因为等下我们要做一个300高的一个天花。老师，你那个哪里按的？哪里？点击这个平面。平面。好，单击它，然后呢这边就会有一个全屋高度，然后这里呢就会有一个原来是2800的，我们把它改成3000。好，改完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房间的一个类型，因为呢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主卧，我们就把它改成一个主卧，这个改成一个主卧。好，改完之后呢，我们再检查一下我们刚刚那些门跟那个阳台门。首先我们可以点上门。你看我们点门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些参数出来啊。我们就要看看我们刚刚选的，比如说这个阳台门，它是不是一个3米，然后呢高度是不是2.5米，主要就是这两个高度，宽度跟高度就可以了，其他我们可以不用改啊。好，那我们把这两步搞定之后呢，我们就要继续下一步了。然后呢，我们去到一个3D 的一个页面。稍等哦。好，没关系。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到这个3D 的一个页面。好，到3D 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第一步，首先呢就要把我们门窗的一个款式换成我们 PDF 里面文件里面的那个款式。好，首先我们呢要单击这个门，然后在这里呢会有个替换，上面这里会有个替换，单击门，然后会有个替换，然后呢替换，我们要在门这里这里呢它有几个，有一个叫做定制门，有个可售，有个不可售。
那定制门跟可售的话呢，都是我们目前的现有的一些产品。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要选择一个不可售的一个门型。好，选择一个不可售。然后呢，我们要再往下找，找到 PDF 里面的那个，它那里有个型号的，有没有看到大家？好，找到一个门，然后呢，PDF 那里它会有一个型号，你看叫做0020那里，我们要找到一个这款门，给它替换上去。好，我们要找到这款门啊，其实就是第2页的门。好，首先我们要选择这个门，把它替换上去。好，这个门大家有替换成功了没？可以吗？这个门有替换成功了没？好，OK，那门没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换另外一个门哈，阳台门那边。好，好，我们继续到这边，然后阳台门这里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点击我们这个门，然后呢同样这里会有一个替换工具，这里替换，好，替换，然后门的话呢，我们阳台门的话呢，我们选择一个这个款式，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这个款式，6017的一个款式。好，OK，那现在我们把门呢，两个门都替换成功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来下一步。好，好，OK，那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就做一个天花的一个设计了，天花板的一个设计。那首先呢，我们同样也是点击我们的一个天花板，然后呢，这里呢会有个天花设计，啊，点击天花板，这里有个天花设计，好，然后我们选择进去，好，进去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页面，这一个页面，好，那首先我们第一步的话呢，我们就要用这一个，我们天花同样也是有一个整装天花，有一个天花模型，对，整装天花这里呢就全部都是我们目前可以做的一些天花款式，然后呢，我们右边这里的天花模型的话呢，就是我们一些不可售的一些模型，一些 model 来的。好，然后呢，我们首先要选择一个石膏封顶，这里，好，石膏板封顶，因为呢，我们等下要做的，我们在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个衣柜，衣柜我们是到顶的，好，所以现在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选择一个石膏封顶的一个天花款式，好，选择这里，然后呢拉到这个位置，然后尺寸的话呢，我们输入一个600，然后呢这边是一个4000，好，600、4000，好，大家先把这个设定好。600、4000，好，那我们把这一步设定好之后呢，我们就按一个确认，按确认键。
OK，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边的一个天花设计呢就已经完成了。然后呢，完成了之后，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天花，我们会看到这里呢，它会有个下面这里它会有个下沉的一个高度，原来是350，我们要把350改成一个300，把350改成一个300。好，那我们这一步大家都有完成了没？有吗？都可以了没？OK，好，好，那完成了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下一步。那我们继续来做另外一个天花。首先呢，我们要把这里还有一个缺口，我们要把这个缺口给它填上。好，把这个给它填满，用我们的石膏板封顶。然后呢，下层这里呢，继续改成一个300，继续改成一个300。好。OK，我们把这一步完成了之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去选一个天花模型了。好，我们在这边呢选择一个天花模型，然后呢，我们要选这一个款式。好，我们要选择这个款式。8580这个款式。对啊，小张嘛是小张在这种，这种刚刚进前，我嘛用顶个体格，用啊，这种体格。好，我们要在这边找到一个8580的一个款式，天花款式。好，选择完这个款式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一个天花，把它放到我们这个区域这里。好，放完之后呢，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看到一个下沉的一个高度，也要把这里改成一个300。好，改成一个300。好，改成一个300之后的话呢，然后呢，我们再去到 3D 这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刚刚那个天花效果。3D 这里，好，我们看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新建的一个天花的一个效果。天花的一个效果，它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的话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这里在这个位置，比如说我们这边要预留一个窗帘盒的一个位置，目前呢，我们刚刚设计天花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预留。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预留一个这里要预留一个窗帘盒的一个位置。好，那我们同样是返回我们的一个2D， 返回我们的一个2D。好，在2D 这里的话呢，我们再单击我们这个天花。我们单击我们的天花，我们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天花，我们离每一面墙它都会有一个0的一个参数，你看0的一个参数。现在的话呢，我们要把这边靠窗户的这边的0的这个参数，我们要改成一个150。好，改成一个150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天花离我们这边的墙它就有一个150的一个距离。那这个距离呢，就是我们预留给我们做一个窗帘盒的一个位置。好，150。好 ，OK， 那我们把这个设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保存退出了。
非常重要哈，一定要保存退出，我们不能直接退出，不然我们刚刚做的所有东西呢就没有了。好 ，OK， 没问题，我们就保存退出了哈 ，OK， 好，保存退出。好，保存退出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已经有预留了一个150的一个窗帘盒的一个位置了，在这个地方。好，然后呢，我们继续来下一步。好，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一个地板换成一个其他的一个款式，地板。好，那地板的话呢，我们昨天有学到了这个叫做铺贴的一个方式，好，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简单铺贴一个地板。好，我们点击我们的地板，选择铺贴。好，那我们先选第一个，好，我们先把它放进去，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款式。好，先选第一个啊，把它放进去，变成了这个款式。好，其他先不用选哈，我们先选到这一步，然后呢，我们再保存退出。因为昨天的话呢，我们已经有试过，我们在厨房这里啊，怎么去更换我们这些瓷砖的一些款式。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学另外一种。好，另外一种的话呢，我们就学一个贴图。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地板的款式给它删除方案，点击我们的一个地板，这里会有一个叫做删除方案，我们先把这个地板删除掉。好，删除它。OK， 好，删除完之后呢，我们再去到我们这个装饰功能这里，左边这里哈，装饰功能，然后在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个云贴图这个地方我们点击它。好，点击完这个云贴图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左边这里啊，看我的鼠标啊，这个位置它会有个木地板，然后呢我们选择一个普通的一个款式，像这些的话呢，就是很多一些地板贴图的一个功能，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去找。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要选择一个这个款式。好，我们要选择一个 A0311的这个款式 ，A0311。如果有一些小伙伴呢，他这样找会比较麻烦的话呢，你就直接在搜索这里啊，搜索贴图这里，然后呢直接打一个0311，它就会出来了。在这个地方选择一个0311，看它就能找到这个地板，或者是直接是 A0311就能出来，这个地板。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板放到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好，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地板给它放上去。OK， 这一步都可以了吗？OK， 好，那我们继续哈。好，那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就去墙面这里啊，我们要改变一下墙面的一个颜色。那昨天呢，我们同样也是学了一个铺砖，那今天呢，我们学另外一个，同样也是
单击我们的一个墙面。好，然后呢，这里会有一个墙面设计，这里一个位置。好，那现在我们选择墙面设计。好，点击进去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单面的墙。单面的墙，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要选择一个叫做，选择一个涂料，选择一个乳胶漆，乳胶漆。好，那现在我们就先选择第一款乳胶漆。好，选择完之后呢，我们就保存退出。好，我们先把它选择好。好，选择好之后呢，我们这里呢就保存退出。好，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选的那一面墙啊，它的颜色已经变成了白色。那现在我要整个房间都铺满这种白色的乳胶漆，我要怎么做呢？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个功能呢，叫做，首先我们要点击我们刚刚乳胶漆的这个墙面，点击它，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下面这里啊，会有一个小工具，在这里呢，它会有一个工具叫做复制材质给到整个空间。这个地方看我的鼠标哈，这个地方。好，现在的话呢，我们选择这个工具，好，我们点击它，那我们整个空间呢，你看，它都变成了我们刚刚选的那个白色。好，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空间都是我们刚刚选择的那一个白色。好，我们现在整个空间的软装的话呢，就基本已经完成了。好，那我们现在天地墙呢，跟我们的一个门窗都完成了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一个下一步了。好，我们要去做一个衣柜的一个设计了。好，衣柜的一个设计。OK， 这一步大家都有完成了哈。好，有完成了的话呢，我们就在OK， 好，好，那我们继续哈。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要去做这一步了，我们要去把这个衣柜。我们现在呢要去学习做这组衣柜，这一组衣柜。好，这一组衣柜。好 ，OK， 然后呢，我们继续。好，首先我们要去到定制这里，定制的模板这里，定制模板这里，然后呢，这里会有个叫做23全屋定制。好，我们去这个位置找23全屋定制。好，然后的话呢，在我们商品体系的这里的话呢，我们的一个产品啊，它是有区分一个叫做正常的柜体跟一个高柜跟一个超高柜，我们只区分这两种。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两种产品啊，那高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正常的一块板件最大只能做到一个2:4，2:4就是属于高柜的这一个高柜的这一个体系。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我们还有一种叫做超高柜，超高柜的话呢，它就是2:4到2:7之间的这个高度，叫做超高柜。对，所以这两个的区分非常的重要哈，大家一定要明白。正常的柜体是最高只能做到2:4，比如说我们做衣柜，比如说我们调一个高柜出来，它可能正常最大只能做到2:4，然后上面呢再加一个顶柜这样子，这种呢叫做常规的一个柜体。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它是叫做超高柜。超高柜的话呢，我们正常就是一门到顶的。然后呢，它的尺寸呢，你看就是2:4到2:7的一个区间。好，这两个的区别非常重要哈，所以以后大家要选产品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知道了我们这两款产品之后，好，那我们继续来
看我们的一个下一步。首先的话呢，我们刚刚的这个衣柜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它是一个一门到顶的，也有一些是拼接起来的。所以呢，现在的话呢，我们要先选择一个超高柜。好，我们在选择柜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个尺寸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尺寸，可能就会更好找柜体一样。好，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超高柜，然后呢，超高柜选择一个单列。好，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个尺寸给它输进去，输一个450、580、580，然后呢，这里呢再选择一个2，这里呢再选择一个2650，好，2650。然后呢，我们找到最下面的这一列，我们找到这一列柜，好，记得哈，首先我们要一定要检查我们的一个目录哈。首先我们的目录这里呢，一定要选择一个叫做超高柜。如果你选择了高柜的话，你是找不到的，因为高柜的话最高它只有一个2.4米，所以呢，我们目录一定要选对哈，这个非常重要。超高柜，然后呢，我们再往下找，找到一列倒数的第4个柜体，找到这一列柜。好，找到这一列柜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品，你看它是有一个这里啊的右下角这里啊，它会有一个切换镜像。因为呢，切换镜像的话，我们点击一下，它就能选择一个左开一个右开，左开跟右开门。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要一个右开门，所以呢，我们要选择一个切换镜像，要把它变成一个右开门。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列柜给它放出来到这个位置。好，我们先把它放出来。好。OK， 然后放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呢我们这里墙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参数，所以呢用我们这个软件去做设计的话，它会非常的方便，因为呢我们不用去，它会自动帮我们识别我们这个柜体啊离这边的墙多少，离这边的墙多少。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柜体放出来之后呢，好，那我们这边靠墙这里啊，我们还要加一个50的一个封板的尺寸。所以呢，我们要离我们的一个右边墙，我们要把这里一个距离设定成一个50，设定成一个50。好，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翻过去，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尺寸。好，这一步都 OK 了吗？大家？OK， 好，那可以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柜子的一个参数问题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我们的一个柜体的一个结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选择这个柜体，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啊，它会有我们整个柜体的一个结构，比如说我们这个宽度啊，你看，因为我们这里呢是一个单开门嘛，它会有一个叫做设定合理的一个范围，我们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这些呢都是我们柜体固定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参数，所以大家要非常的注意了。然后的话呢，我们再往下滑，这里呢会有一些很高级的一些参数，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基本上啊，你看基本上比如说我们想要左侧板延伸，然后右侧板延伸，然后呢要壁地角高度，像这里的都会有，都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我们要选择我们一个背板的一个厚度。在我们这里呢，背板的厚度，我们这里呢也有4款可以选择，一个是5，一个是9，一个是18，一个是无背板，然后呢，如果客户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默认是一个5mm的一个背板。
我们正常都是默认哈5mm，除非客户有要求他要一个18mm 的，比如说他这个后面他要打墙啊之类的，我们就要改成一个18mm 的。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背板的一个结构。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里呢就是有一个地角的一个结构，地角。我们目前的话呢，默认它也是一个60的一个地角。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这一个柜体啊，我们要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结构。首先我们要打开我们这个衣柜。那我们60的地角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60的地角，那实际上它是隐藏在里面的一个60的一个地角。那因为呢，我们为什么我们关上门之后呢，它只显露了一点点，因为我们的门板呢，它是默认往下延伸一个40的，所以它会盖住了很大的一部分，最后露出来的话只是一点点。你看我们的门板是往下延伸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柜体的一个结构，所以大家先要了解一下我们柜体的一个结构。好，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子啊，把门关上之后，你看，它只有一点点的地角是露出来的，只有2公分的地角它是露出来的。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柜体的一个结构。那如果呢，比如说我想要一个10公分的一个地角，那我们就把这个地角啊改成一个无地角，然后呢再额外去加一个10公分的一个地角就可以了。那这个呢，那这一种就叫做额外去加一个地角。好，然后呢，我们这里呢还会有一个叫做顶风板，这里呢会有个修边条跟无顶风板。然后修边条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现在可以把柜体啊拉到我们顶上，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修边条的一个结构。你看修边条的话呢，它同样也是在柜子的里面啊，它会有一个软胶一样的一个修边条放出来。然后到时候呢，师傅会现场安装，但是这样子这种的话呢，对我们的一个尺寸的把控，它要非常的一个精准，因为它上面预留的空间不是很多，可能只有一个1公分啊、2公分这样的一个误差。那正常来说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呢担心我们的一个天花板它会有一个误差的话呢，我们还能把它改成那种传统的一些顶风板了。比如说我现在呢要改成一个无顶风板，好，那我们现在改成无顶风板。好，改成一个无顶风板之后，我们再打开我们这个门再看，你看刚刚的一个修边条它就不见了。然后这种的话就叫做传统的风板，等一下呢我们再在上面再加一个10公分啊，或者一个5公分的一个风板。好，这种呢就叫做传统的一个风板啊。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先来去做这种传统的风板，会更好一点，大家会更理解一点。好，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然后呢，这2个参数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这2个参数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一个超高门的一个结构啊，因为呢，我们的背板呢，它是一个5公分，所以呢，它不能做一块直接是一个2.7米到顶的一块背板，它会很容易变形，所以呢，在这个柜体的话呢，它就默认有2块风板了，它是打了3合1的。所以呢，它就要把我们这里的一个背板一定要把它分成一个3块，会更加的方便我们的安装跟更好的固定我们这个柜体，让我们的背板不要变形这样子。然后呢，这2块封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柜体里面呢有2块封板，我们是删不掉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删掉的。比如说啊，那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啊，我们选择组件。你看，我们把所有的封板给它删掉之后，我们就能发现，你看剩下这2块不能删掉的一个封板的话呢，它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2块3合1的一个封板，它是不能够删掉的。但是呢，它的尺寸是可以调整的。你看它的尺寸呢就在这里是可以调整的。
好，所以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哈，大家感受一下哈。好，那 OK， 好，那大家现在知道这个原理就可以了哈。那我们继续来下一步。下一步，这个呢就是我们柜体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结构，之后大家可以慢慢去感受这里。好，首先呢，我们把门板给它删掉，把它关掉。好，那么继续来下一步。好，那下一步的话呢，首先我们要也是去到超高柜这里，超高柜，然后呢，这里呢选择一个双列子柜，然后呢把我们的一个宽度跟深度，然后还有一个高度，跟刚刚一样，好，我们先把它输入进去。然后呢，同样也是找到最下面的这一列柜。好，我们把这一列柜翻过去这里。好，大家找柜子一定要记得，你首先要关注你的目录哈，看看有没有找对。目录是超高柜，然后你就可以找对。如果你的目录呢是高柜，或者去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柜跟吊柜的话，你就找不到这个柜体的，这个非常重要。好，好，我们把这个柜体呢找出来之后，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我们同样，首先呢也是要把这里的一个修边条，要把它改成一个无顶封板。啊，记得哈，先把这个修边条改成无顶封板。无顶封板 ，OK。好，好，那我们把这个改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下一步，我们现在呢要去做另外的这边的一个拼接的一个柜体了。好，首先呢，另外一个柜体的话呢，我们同样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柜体的话呢，我们去到一个地柜，在这里地柜，然后呢选择一个单列，然后呢把参数给它设定好。好，我们把这个参数给它设定好。好，首先哈，我们地柜，然后呢单列这个位置，地柜单列，然后呢把这些的参数给它设定好。然后呢，我们选择一个这个柜体，同样我们要把左开门换成一个右开门，好，然后呢，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位置，放到这个位置。好，这一步大家都有完成了吗？
OK， 然后呢我们继续哈。那到这一步的话呢，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关于的这个深度的一个问题。OK，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超高柜，我们这里的深度啊，它设定了一个580啊，那这个580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柜身的一个深度，我们柜身的一个侧板的一个深度。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再用一个工具哈，用这个测量工具，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平衡面这个工具哈，好，测量平衡面，然后呢我们去点击这个门板到墙的一个距离。实际上这个柜体啊，它整个的深度含门板呢，它是去到一个600的，它是去到一个600的，所以这个呢也非常的关键哈，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这个参数，我们所有的我们去调用我们所有的柜体啊出来的这个参数呢，比如说这个528，它只是一个柜身的一个参数，柜身它并不是一个总的一个参数，总体的一个参数。总体的话一定要把我们的门板含上去的哈。啊，那我们现在你看点击这个跟这个它的门板就是一个600的一个参数。好，所以这个呢大家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然后呢我们继续来下一步。啊，那我们刚刚呢已经在这个地方把我们这个柜体给它调出来了。那这个柜体的话呢，等一下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个抽屉加到上面去，加到上面这个位置。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一个的，我们这里呢还会有个台面板，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台面板，你看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台面板。现在呢我们来点击这一个的矮柜，点击这个矮柜，然后呢我们右边工具栏这里啊，它会有一个台面板的类型。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台面板把它换成一个独立台面，独立台面。好，独立台面。那现在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呢就没有那个台面板了，等下我们就可以加抽屉在上面。好 ，OK， 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要去找一个抽屉放在上面。好，那我们去找抽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非常的我们也要注意了，因为呢，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打个比方啊，现在我们去到吊柜这里，好，我们先输入我们的一个参数，比如说我要一个180的一个抽屉，180啊580，哦 ，sorry 啊，这里是我的错，450，然后呢这边的高度我要一个180，好，我们会发现我们用这个参数去找我们的一个抽屉，无论是我们的一个吊柜还是地柜，我们都找不到一个抽屉的一个类型。因为呢，在我们这个 K20 这里啊，我们把抽屉这个类型的话呢，我们呢是把它放到了我们这个叫做客餐厅这里。好，首先我们来选择我们的客餐厅单元，客餐厅单元。你看，我们在这边我们会看到我们，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地柜这里啊、吊柜这里啊都没找到，然后在客餐厅这里啊、电视柜这里啊也没有找到我们刚刚要的那个抽屉。然后的话呢，我们去到功能房这里，功能房这里，我们在书桌的这个目录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抽屉的一个类型，我们就能在书桌这里啊，在这个目录里面去找到。为什么在这里去能够找到？因为呢，我们这个180高度的这一个180高度的一个抽屉的话，实际上它是属于那种像书桌一样的高度啊。那比如说像我们正常一个吊柜，或者我们正常一个电视柜，它的高度呢，它不会去到这么浅，这个位置它不会做到这么矮。所以呢，我们要找这么一个抽屉的类型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到书桌这里啊。
功能房书桌这里，好，我们就能找到这一款的抽屉了。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抽屉放到这个位置。好，然后呢，我们移动也非常的方便。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只需要往上移一点，然后呢再往我们的右边移一点点。因为呢，我们的柜体之间呢，它也是会有一个叫做自动吸附的一个功能啊。你看，我们只需要把它放到差不多的一个位置，它自动就会吸附过去的了，不需要我们再额外去，你看，自动它就会吸附过去。好，现在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一步给它完成了。然后吸附过去之后呢，我们同样也是跟我们刚刚那个步骤一样，点击它，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呢也是有一个台面的一个功能。也是有个台面，但这个台面呢，等一下呢，我们这边呢还会有一个叫做悬挂的台面，所以呢，我们这个台面呢就不需要取消就可以了。好，这一步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剩下这个位置呢，我们点击我们这个抽屉，我们可以看到啊，剩余我们还有一个叫做968的一个尺寸，968。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把450改成一个968，然后呢，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还有一个2列的一个书桌。好，我们把这个书桌也放出来，还是在原来的位置啊，在功能房书桌的这个目录这里，好，输入一个968，我们要一个2列的一个书桌。好，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这一步完成了之后，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做上面的这一列的一个吊柜了。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做上面这一列之后呢，我们要测量一下我们这里的一个距离，我们要用这个测量工具测量，然后呢测量平衡面，然后呢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的天花，距离我们台面的一个高度。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台面的高度呢是1905，但是呢我们要减去一个我们上面等下要预留一个50的一个顶风板，它就变成了1855。好，1855，好，那我们现在去选择一个我们上面这一类的吊柜。好，吊柜的话呢，我们就要回到我们这里啊，23直柜单元这里，然后呢我们要选择一个吊柜。然后呢把尺寸给它输入进去，450，然后呢1855，好，然后呢这里左开门要把它变成右开门，跟我们的这个柜体一样啊，右开门，然后呢把这列柜放出来到这边。好，我们先把它放出来，没关系啊，先不用纠结它，把它放出来。放出来之后，我们再去移动它的一个位置。好，放出来。然后呢，我们这里呢730，因为这个730的话呢，它是直接底板了，到我们的这个上面这个门板的一个位置啊。比如说这里啊730，我们把这个改成0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直接会把我们的一个台面呢给它嵌进去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往上拉一点，它就能把我们的台面给它露出来了。好，同样我们也是要把这个袖边条的一个结构改成一个无顶风板，它就跟我们这边一起了，平齐的了。把这里
改成无顶封板。好的 ，OK。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一步完成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添加我们柜体的一个封板了。添加柜体的一个封板。那柜体的封板的话呢，我们就要在这个位置去找，在这里啊有个23封板单元这个位置，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叫做封板。好，那同样我们也是要把我们的一个，首先要把我们的一个尺寸给它调整好。尺寸我们要把它全部给它擦掉，我们要把原来尺寸全部给它删掉。原来删掉，好。23封板单元哈，封板这里，然后呢选择一个侧边的封板，最底下这里啊，选择侧边封板。然后呢这里呢我们就能看到还有很多封板的一个类型，但是呢首先我们要注意，因为呢我们旁边这里呢它是一个超高柜，所以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个叫做超高的一个袖口板，我们要选择这一款超高的一个袖口板。好，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封板找到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封板拿出来，放到这边。好，你看它就是这样子一个结构。我们放封板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我们的一个画面调整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面会比较好放。如果像有一些小伙伴呢，比如说像调歪一点的话，可能会没那么好放。把它放到一个正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好，我们先把这个封板给它放到这个位置。好，这一步大家都可以了吗？老师，那个评测版跟那个屏风版什么不一样？平门版啊？评测版跟屏风版，实际上它都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区别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呢评测版，侧板的话呢，它就是评我们柜身的这个侧板嘛，对吧？然后呢，评门板它就能直接到评门板这个位置。所以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会评门板会好看一点。不过这个呢也要看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设计。按我们目前这个设计的话呢，平门板可能会好看一点。明白。好，然后我们继续哈。那首先呢，我们刚刚不是有调了一个叫做平门板的一个封板出来吗？对吧？然后呢，我们现在呢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封板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它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结构。好，首先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构，我们看这个视觉哈，我们能看到这个结构。你看我们这一个的话呢，你看它会有一个叫做放在柜体的一个左侧跟右侧。你看我们刚刚的话呢调出来的这个封板呢，它是放在我们柜体的左侧，所以它的附件板呢就会在左边这边，在我们左边这边。所以呢这个结构呢所以这个结构啊它是不正确的。所以呢我们调完封板出来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看我们的封板的一个结构。像这样子，像这个封板的话呢，它应该是放在我们柜子的一个右边，所以我们要把左侧改成右侧。你看改成右侧之后，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附件板了。这个附件板它是能靠近我们的一个柜身，所以它到时候呢就能跟我们的柜身去固定，这样子。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个结构。
你看放在柜子的左侧跟右侧。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封板的结构呢改成了之后，其实我们所有的封板呢，我们调出来之后呢，它都是默认的是凭我们的一个侧板的，它都是默认凭我们的一个侧板。但是呢，你看我们现在是需要我们的一个板件去平齐我们的一个前面的一个门板，然后呢，我们就要在这个位置，我们首先要点击我们这个板件，点击，然后呢，在右边这个工具栏这里啊，我们往下滑，滑到最上面这里呢，你看它就会有一个叫做移动工具啊，移动这里，它就会有一个前后移动啊。它会有一个前后移动。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现在凭我们的一个侧板，所以呢，我们就要往前去移动一个20，往前输一个20，再平齐我们的一个门板，往前移动一个20，平齐我们的一个门板。你看现在的话呢，它就平齐了我们的一个门板了。好，在这里哈，往前移动一个20就可以了。好，然后现在呢，我们往前移动一个20之后，我们再来看，现在的话呢，我们要去添加我们的一个，现在我们要去添加我们的一个顶封板了，顶封板。好，顶封板的话呢，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哈，我们这里呢，在最上面的工具栏这里会有一个叫做线条造型，这里线条造型，好，线条造型 ，OK， 好，线条造型有一个叫做顶封板的，我们选择它，选择它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需要加顶封板的柜子全部都选择，好，选择完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绿色的，好，它就会变成一个绿色。然后呢，这里的我们会有一个叫做选择顶封板的一个材质，然后呢，这里呢会有它的一些参数。好，现在的话呢，我们要把参数给它设定好，比如说它默认是120，我们要把它改成一个50，改成一个50。好，你看它这里呢，因为呢我们的顶封板生成呢，它也是默认的平齐我们的一个柜，就是柜身的。好，比如说现在我改成一个50，好，先生成。你看生成完之后呢，它也是默认平齐我们的一个柜身。你看它这里呢也是平齐我们的一个柜身。好。平齐我们柜身，那现在我们需要它跟我们的一个门板平齐的话呢，我们同样也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点击我们这个顶封板，然后呢，在我们的工具栏这里啊，右边工具栏这里呢，它会有个前缩进，然后呢，我们把这个0改成一个-20，改成一个-20。好，然后呢再点击它，你看，现在的话呢，我们的顶封板呢就可以延伸出来平齐我们的一个门板了，在这个位置。好，好 ，OK， 那刚刚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封板的一个添加的一个原理了。好，那我们把封板添加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2块的镜子给它加上去了。这2块的镜子，你看我们这边呢，它还是这里呢会有个镜子的一个结构，我们要把镜子这块给它加进去。好，好，现在的话镜子的话呢，我们会在这个位置加，还是在我们的23封板单元这里，这边会有一个叫做镜面单元，镜面单元。
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盯近，这个位置。好，我们可以把盯近先把它调出来。我们可以先把它调出来，放到这边墙上。好，记得23封板单元，镜面单元，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叫做盯近。好，我们先把这个镜子调出来。先把这镜子调出来，调出来之后我们再去调整它的一个参数，先把它调出来。好，好，把这个定睛调出来之后呢，我们现在要修改它的一个结构了。首先我们要把它的一个宽度跟高度给它调整好。好，首先我们的宽度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是一个968的一个宽度，跟我们这个桌子是一样的。好，968的一个宽度，然后呢，我们的高度呢是一个1905，呢就是我们这里离顶上的一个高度。好，1905。好，调整完这宽度跟高度之后呢，我们这里呢再把它的一个镜子你看它现在这里呢会有一个叫做镜子距离左边、距离右边大概有多少的一个参数，我们把所有的参数调整为0。我们把所有参数调整为0。好，调整为0。好，调整为0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位置给它调整好了。其实我们调整位置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往左往右移动一下，直到它贴合我们所有柜体的一个尺寸就可以了。好，我们先把它移动好。好，移动好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要去把下面这里也要给它添加一块镜子，底下这里。那底下这里的话呢就非常的简单，我们首先要点击这个镜子，然后呢我们有2种方式，第一种呢是直接复制一块到底下这里，直接复制一块，你看这里会有个复制功能，但是呢我们的复制功能也有另外一种用法。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这个镜子，然后按键盘的一个 Alt 键，按键盘的 Alt 键，然后呢，我们可以你看按上 Alt 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箭头然后直接往下移动，就能直接原地复制多一个镜子出来了。Alt 键，然后呢再移动。然后呢，我们把它复制到一个镜子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再把它的一个高度给它调整好就可以了。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高度给它调整好。底下我们刚刚是一个590的一个高度，好，我们就把这个高度给它调整好就可以了。你看，其实非常的容易，我们只需要选择这个镜面，然后呢，把我们的鼠标移动到我们这个你想要移动去哪里的一个箭头，它这里呢就会有一个提示，
按下 Alt 键，我们就能够在原地去拖动复制它这一个柜体出来。好，这一步大家都有 OK 了没？OK， 好，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去修改一下我们这个衣柜的一个颜色了。衣柜的颜色，我们要把它修改成跟这个一样的颜色。我们要把它修改成跟这个柜体一样的一个颜色，一样的一个颜色。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来修改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点击我们这个柜体，然后呢，我们要把它的一个柜身材料，这里会有一个叫做柜身材料这个位置，好，我们可以把柜身材料改成一个叫做天云灰的一个颜色，这个位置，天云灰，天云灰，然后呢，我们把柜身改成天云灰，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一个门板也给它换一个风格。好，门板。好，选择了门板之后呢，我们这里呢要选择一个叫做喷粉的一个门型，喷粉的这个门型。好，喷粉这个门型，喷粉的门型，选择一个 A83，我们要选择这一款的门板，这一款，然后呢选择一个摩登灰。好，我们要选。好，我们先把门板换成一个这个款式。好，大家一定要对准那个目录哈，比如说门板，我们先要对准一个喷粉的门型，然后呢喷粉的门型，然后再选择一个 A83，选择一个 A83之后呢，我们再找到一个这样一个长门板的一个款式，长拉手的一个款式。好，然后呢我们再选择一个摩登灰。对，每一步呢我们要从1、2、3、4这样去做。好，然后呢，我们把门板选择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就下一步了。好，首先呢，我们把门板呢，我们复制完，我们把门板选择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到下一个柜体。那到下一个柜体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有一个工具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一个的门板，我们这里呢会有个叫做格式刷，好，点击这个柜体，这边有个叫做格式刷，可能我们昨天也有学过这一个格式刷，然后呢把它刷到我们这个高柜这里，好，刷过去。那刷过去之后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门板它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拉手的款式啊，所以我们把它刷过去之后呢，它只有我们的一个右边的这个门板跟这个门板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左边这个门板呢还是得重新来选择一个拉手的款式，因为它的单独的门板款式不一样。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同样选择这个门板。那当选择一块单独的门板的话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个组件模式了哈。我们要在最上面的工具栏这里看到有一个叫选择组件，这里选择组件，好，点击它，它就会变成一个选择单独门板的一个款式。好，然后呢，我们再选择这个门板，好，选择这个门板，同样跟刚刚那个流程是一样。选择组件门板，然后呢选择一个喷粉的门型 A83，
然后呢选择一个长的一个柜体，长的一个款式，再选择一个摩登灰，你看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了，那它就会变成一个这个款式了。好，我们把这个门板画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换下一个。好，换下一个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我们首先啊是可以退出我们这个选择组件模式，我们要选择整体。好，退出这个模式，这个非常重要哈。如果你不退出的话呢，你每选择的一块组件的话，那都是单独的一块门板，它不是一个整体来的。好，那我们呢继续来下一个，好，到这一个，因为呢这个呢叫做超高柜，这个呢是叫做我们正常的一个柜体，普通的一个柜体，所以它们之间呢也不能用那个格式刷，因为它的一个高度啊不一样，所以用的材料会稍微不一样。好，现在这里呢我们同样也是选择一个柜身，选择这个柜身，然后呢我们再选择一个天云灰，然后呢门板同样也是像刚刚那样子去一个选这个喷粉的门型 A83 A83 A83，然后呢这里呢我们要非常注意哈，我们要选择这个门型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这一款门型，这一款的门型，这一款。这一款的话呢，你看着它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这款呢，它是有在门边这边呢，它是有一个 U 型的一个拉槽的，在这个位置，你看在这个位置它有一个 U 型的拉槽的，所以呢，它就比这种会更好看一点，它 U 型的拉槽会比这种更好看一点，它是内 U 型的一个拉手。好，我们选择第二款，然后到这个位置。好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门板选择完之后，那我们继续来选下一个。因为呢，我们这一个呢跟我们上面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用我们刚刚那个工具，用格式刷把它刷上去。你看，我们底下这个呢跟上面这个呢是一样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格式刷的工具把它刷上去。把它刷上去。好，把这个刷完之后呢，我们就要修改我们这个抽屉的一个颜色了。好，抽屉的话呢，我们要选择这个颜色。首先我们选择我们的一个抽屉，然后呢柜身材料，然后呢抽屉的话呢，我们要选择一个这个颜色，选择一个远山榆木的这个颜色，远山榆木。好，抽屉的柜身我们选择一个叫做远山榆木的这个颜色，你们往下拉就可以找得到了，往下拉差不多到最后这里就可以找到这个远山榆木的这个颜色。
好，然后呢，柜身选择这个之后呢，我们的门板同样是选择，也是刚刚选择那个喷粉门型 A 班啊。哎，稍等哈，稍等哈。门板呢，我们要选择一个稍等。门板我们要选择一个，因为这个颜色跟刚刚的颜色稍微有点不一样哈，我们要选择一个金曜门型。门板选择金曜门型，选择一个119，选择一个119，然后呢，选择一个这个款式，因为这个是一个抽屉，我们就选择一个叫做 U 型拉手。记得这个呢是金曜门型耀金，我的错，耀金门型，然后119，然后呢这一个要选择这一个上面有一个拉手的，好，选择一个圆山榆木 ，OK。好，那我们选择完这个门型之后呢，我们这边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一个，然后呢直接格式刷过去这一边就可以了，直接格式刷过去这边就可以了。然后呢这边就是一样了，跟我们左边的这一个，跟右边这个柜体就是一样。好，然后剩下的这个封板颜色，跟我们的柜子的一个柜身材料，我们就现在就统一把它改成天云灰的一个颜色，统一哈，都全部改成天云灰的这个颜色。好，其实天云灰呢就在第二个颜色，非常非常容易找。然后呢辅助板件也是最上面的第二个颜色。我们只需要把它拉到最上，然后呢，把这些也是改成一个，好，把封板改成天云灰，然后因为呢这边的一个镜子的一个类型的话呢，它是跟我们的一个书桌，所以呢镜子的柜身材料我们就把它改成远山榆木，这样就会统一一点。好，柜子我们这里就改成远山榆木。好，现在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得出一个一个完整的衣柜。好，这个流程大家都有完成了吗？OK， 好，那我们完成到这一步之后的话呢，那我们就休息5分钟，然后呢，我们再继续下一个流程好吗？单独刷新门板的时候是要转到组件模式是吧？我只需要单独刷新我这一个，对对对，非要跳到组件模式，选择组件。如果我是在正常的柜子这个单元空间里面，我选择刷新的话，它是刷新柜体材料和门板材料一起刷。对的。但是每一次退来退去转换来好麻烦，这个我发现。
你像这两个空间最左边的两个高柜嘛，就是一个高一个矮的，这两边的一个，这是属于整个高柜。那如果是整体在这一个柜体单元里面，这个空间里面刷新的话，门型就会变。对。所以说，这个。你本来就不一样，你一个高柜一个矮柜，它的门型就不一样，所以不能直接刷。但是也是可以刷，但是得到组件去刷，选择组件里面单纯的门型再去刷。对。Recording stopped. 是的。在组件里面也可以选择柜体之后再刷，柜体就跟着一起念了。是的。其实跟你之前用的那些大差不差，只是一些习惯上可能不太一样而已。厕所。你的这边的抽屉颜色变得远山榆木显示偏褐色。是。我的这个，你看我的这个颜色，我去，完完全全就色差很大是吧？对。哇，这根本就，因为它色差还是很大的。这是为什么？到底哪个颜色是准的？你的应该是准一点吧？你的有点灰。对，你的这个屏幕本身就是原来老电脑就。对。就不这个应该会比较准一点。这个跟我的电脑显示的就差不多，你的就稍微有点灰。我的这电脑，原来我这效果是我色素有点懒，怎么看就感觉不对劲。我后来知道是我的屏幕问题。是。后来我就换了电脑了，这电脑就没什么。你平时上班用的是这台吗？不是，之前是公司的电脑嘛。我现在自己配的电脑配的是台式嘛。显示器都是配的4K 的，现在。这台电脑都没什么用了。怪不得。好重啊，这电脑。看起来就重。你这个确实是屏幕问题，有点灰。对，这个屏幕肯定有问题。我原来自己做效果我感觉还行啊。别人就说怎么到我这里手机一看，颜色不对，我一直找不到原因，我觉得。色差很大。对。看起来。这色差太大了。你之前在那边做项目的时候有经常出差的吗？还是偶尔出一下？之前出过一次差。哦。而且是在疫情之前。
哦。但是那是小项目还好。哦，就疫情之后就基本都是线上。对，也不是线上，就是疫情之后不出差了。哦。因为疫情3年嘛。哦。人又不能出去那啥的，后来为了降低成本的话，别人就直接给到当地的代理商嘛，代理商就是不是有一些城市代理人啊，或者说展厅啊，懂。就是我把这个项目给你，你帮我去量身，我可以给你钱，甚至以后下单了我都可以给你分，那就是部门领导和你这个代理商之间的事情。别人代理商很乐意的这种情况。对，也是。因为只要你的代理商越多，肯定就是以后什么出去出差啊，他们当地的人去当时更方便，相对跟得更紧一点。对，一般正常招都是当地员工了。对呀，你说你要是去出差，你几个人吧，至少业务你，再搞不好还有领导，那3个人出差，成本有点高，说实话。OK， 我们继续。Hello， 那我们现在继续啦。Recording in progress。好，那我们刚刚已经完成了我们这个衣柜的一个步骤，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去做一个，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做一个这边的一个背景墙的一个设计，这边背景墙的一个设计。好，那背景墙的话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们要点击这个墙面，好，因为呢我们要在去找背景墙之前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墙面的一个尺寸，那知道尺寸也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点击它就能看到它原来的一个尺寸，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测量的工具，好，我们要测量我们的这个封板到我们这边墙的一个距离，你看它就有一个3.9米的一个尺寸了，3.9米的一个尺寸，那3.9米的话呢，我们还要减去一个我们刚刚有预留的一个15公分的一个窗帘盒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一个背景墙的一个尺寸呢就是3750。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点击我们这个墙面，我们在这里呢会有个叫做背景墙，然后呢我们要选择一个我们这个美加背景墙，因为呢这里有一个背景墙设计，背景墙设计的话呢只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背景墙，但是呢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它不能够生产的，它只是个模型而已，所以呢现在我们还是要去找一个美加背景墙这个位置。好，我们要在全部这里选择一个美加背景墙这个位置，选择一个美加背景墙，然后把我们刚刚的尺寸3750给它输入进去，然后高度是2700。好，我们先把这两个尺寸输进去，把这两个尺寸输进去之后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背景墙啊都是能够适配我们这两个尺寸的一个背景墙。好，我们现在呢要找到一个这款背景墙，找到这款背景墙 B067BA 的这个背景墙，因为呢我们这个背景墙可能是有一些比如说电脑的系统问题呢，可能有一些小伙伴呢选一次他就能选到，像有一些小伙伴呢就要选2次，那比如说像我这个系统的话我们就选2次，就比如说我现在选择第一次，选择这个背景墙点它，然后呢它就会跳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呢这个背景墙也没有出来，然后呢我要再重新找一遍，再选择它就可以了。你看我再选择一遍它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有时候呢对它的电脑的程序有一些区别，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哈，无论是选1次还是选2次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我们先把这个背景墙选出来，我们尺寸先不改，然后等下我们到外面再改。好，大家都有选到这个背景墙了吗？都可以了没？OK， 好，那选到之后呢，我们就按这个完成，按这个完成。好，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到外面这里啊。首先我们要看看它的尺寸有没有调整好，3750 2.7米，好，它的尺寸已经调整好了。然后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里的尺寸给它调整好。这里呢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我们只需要把背景墙离我们窗户这边的推拉门这边离它一个150就可以了，刚刚好是我们那个窗帘位预留的一个尺寸，窗帘位预留的一个尺寸。好，调成一个150。好，调整好之后呢，我们就去调我们的一个背景墙的一个材料了。好，选择背景墙的一个材料。好，这里呢背景墙，点击背景墙，这边有一个材料替换，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材料。首先它会有一个边框的选择，我们所有的背景墙呢，它的边框呢都会有3种颜色。那现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选择一个叫做咖啡金的一个颜色，咖啡金。好，我们先选择咖啡金这个颜色，然后呢，我们再选择我们的这个门板颜色，这里门板。好，选择门板之后呢，我们就能看到这里呢，它会有2款颜色。那实际上呢，因为呢，我们这个背景墙呢，它也分了两个色块的。首先我们选择第一个的话呢，我们要选择第一个就是腰线以下的这个尺寸，腰线以下，你看这个的位置。首先呢，这个呢，我们要选择这一个佛罗伦萨的这一个颜色。好，第一块我们选择这个颜色。好，第2块的话呢，我们就选择一个叫做，这里的话呢，我们就选择一个叫做，你看它这里呢有好几个颜色，这个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可以选择一个叫做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颜色，彗星白，选择一个彗星白的颜色。好，我们把这2个颜色选择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就退出了。好，我们就点击其他的位置，我们就退出这个颜色的选择。好，现在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里呢还要缺一些，比如说我们要缺一个床。好，我们现在其实床的话呢，我们去调用也是非常的简单。首先的话呢，我们这里呢会有一个自带的一些木质的一些床，我们就会在卧室单元床这里呢，它这里呢就会有非常多床的款式，上翻床啊，然后有一些抽屉床啊之类的，在这个卧房单元床这里。但是呢，今天我要教大家的话呢，是放一个叫做我们能销售的一个长品床。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回定制的这个板块，我们这里呢会有个叫做配套品。好，配套品，然后呢，我们这里呢定制配套品，这里面都是我们可销售的一些软体类的一些家居。好，配套品，然后选择一个产品，然后呢，我们这里呢就选择一个卧室家具，这里就会有一个床的款式，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要选择一个这个床的一个款式，我们要选择这一款，叫做B140，直接在这里搜也可以 B140。直接上面搜也可以。
B140这款床。好，我们要选择这款床，你看叫做 B140。好，找到这款床之后呢，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一个软件的一个画面给它调整啊。我们去 3D 这里，把它调整成一个俯视图，因为这样比较方便，我们能放那个床的位置。3D 调整成一个俯视图。好，调整成这个视觉之后呢，我们就要选择这款床 B140，点击进去。然后呢，它这款床有2种颜色，我们要选择一个奶咖色，然后呢选择一个1.8米乘2米的一个颜色，1.8米乘2米。然后呢，这样我们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不需要直接应用场景，我们要选择这边的这一个应用场景，我们在右边这里会有个按钮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床也是非常的智能。它这里呢，直接有帮我们选择了很多不同颜色的一些搭配，因为像以前我们选择一个床的话呢，我们还要在里面去放很多的饰品，就会比较麻烦。现在的话呢，这里呢，马上它就能给我们出很多的一些搭配的风格。然后现在呢，我们要选择一块叫做极简风这个位置，极简风。好，我们选择这一款啊，先选择这一款。然后呢，我们把它应用到场景这里，极简风。好，然后呢，我们把它应用到场景这里。好，你看应用到场景这里的话呢，我们的床呢，你看，比如说我们一拿出来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方向拿不准没关系，我们的床呢一般以床头为准。比如说我的床头想要放在我们上面刚刚有背景墙的这个墙，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床头啊放到我们的墙这里啊，它就会自动的去做一个吸附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要放到这边，你看它也会有一个自动的吸附功能。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一个床的位置给它调整好，我们要放到背景墙这边哈。好，到背景墙这边，然后呢，你看我这个视觉的话呢，我们是可以看到我们底下它这里会有个尺寸的，离衣柜多少啊，离我们左边多少啊，大家调到一个差不多中间的一个尺寸。好，我们就把它固定住就可以了，差不多中间这个视觉我们就把它固定住。好，固定住之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 3D 这里去看，你看我们的床呢就已经放出来了，在中间这个位置就已经有了，在中间这个位置。好，但是的话呢，因为呢我们的床呢刚刚吸附呢，它是直接吸附到我们的墙面这里啊，所以呢它也是嵌进去了一点点我们背景墙这里。所以呢我们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床啊，你看，把我们的床往外移动一点点，让它吸附到我们这个背景墙上面。你看它现在呢是整个床啊，它是嵌进去了我们的背景墙这里的。所以现在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个床往这里的移动一点点，你看移动一点点，它就能出来了，就让这个床吸附到我们这个背景墙这里。你看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不会吸附到墙这里。然后呢，把床拖出来一点点之后呢，我们也要把这个床品啊，也要往外移一点点，好，往外移一点点之后呢，我们要把这里有个灯，我们要把这个灯删掉，因为等一下呢，我们背景墙这里它会有个腰线这里呢它会有一个发光的，它会自带一个发光的灯带，所以这个灯在这个空间呢就显得会有点多余了，我们就要把这个灯给它删掉。好，把这个灯删掉。
把这个灯删掉，把床移出来一点点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要放2个床头柜在这个位置了。好，我们放床头柜的话呢，同样也是，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个画面调整成一个俯视，好，然后呢，我们再去在这个位置找一个床头柜，还是刚刚那里哈，在宅配类产品这里，定制配套品这里，产品，然后有个卧室家具，这里会有个床头柜。好，那我们就选择第一款床头柜就可以了，第一款，然后呢，我们把床头柜的话呢，这里有一对，有一个，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放哈，如果你放一对的话呢，就2个都会在一起的，我们要放一个一个这样的放，然后呢，把它放到这里。你看，床头柜我们同样也是把它移到这个位置，移到差不多的位置就可以了。好，移到差不多的位置。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一步完成，把这2个床头柜移到这里。好，把这里移到这里之后呢，把这2个移到这里后，把这2个床头柜移到这里之后呢，基本上呢，我们这个空间呢，大部分的家具设计软装已经完成了，就差一些饰品的一些装饰。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到这里，我们要放一个窗帘在这个位置，好，那选择窗帘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到装饰这里，装饰这里会有一个云模型，这里啊，装饰云模型，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啊，橙色饰品这里啊，就会有一个窗帘，橙色饰品有一个窗帘，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要找一个双联的，然后呢，我们要找这个款式。我们要找到这一个款式，找到这个款式，大家也可以直接搜，对，8129也可以直接搜。好，8129，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个窗帘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窗帘把它放到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在放置窗帘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我们这个窗帘呢放出来的时候呢，比如说放出来的时候，我们的鼠标啊一定不能，比如说选择地或者选择我们的窗户这里，一定要选择墙这里，选择墙面，因为呢，如果我选择一个窗户这里呢，我们的窗帘就会嵌进去啊，等下拉就会比较麻烦。选择墙面，它就会平齐的。选择这个墙面，好，选择完墙面之后呢，就让它固定。固定完之后呢，我们这里呢就可以把我们的尺寸给它调整好。固定完之后呢，因为我们刚刚的尺寸呢是一个4000，好，我们就把一个尺寸给它调整好。
然后呢，高度呢是一个2944，也差不多，这个可以不用调整了。好，我们就把它的尺寸给它拉好就可以了。好，我们把窗帘呢给它调整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来下一步了。好，我们先把窗帘翻过来，翻出来。好，下一步的话呢，因为呢我们的所有的背景墙呢，它也是这样子的。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先把窗帘给它隐藏掉。我们这里呢会有个功能，这里有个眼睛，然后呢这里呢会有个隐藏我们的一个饰品，隐藏我们的一个饰品。我们可以把饰品先隐藏掉，把饰品先隐藏掉。好，把饰品先隐藏掉。好，把饰品隐藏掉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视觉调到这个视觉，把我们的图调到这个视觉，调到跟我一模一样的视觉或者差不多的一个视觉。现在的话呢，我要教大家去添加我们背景墙的这一个灯带，因为呢我们这个背景墙啊，虽然呢它是自带灯带的，但是呢它做出来的效果的话呢，它这里并没有一个灯带的一个效果出来，所以呢我们要做效果图的时候呢，这边还要额外去添加一个灯带在这个位置。好，首先呢我们要去到我们的一个视频这里，装饰云模型，然后呢这边有一个灯饰家电，这里有一个灯具，灯具这里呢就会有一个灯带了，有一个灯带。好，我们要选到这个灯带。好，首先呢我们先找到这个灯带。首先去装饰，然后呢装饰灯具这里找到一个灯带，找到一个灯带，然后呢你看这里呢就会找到一个暖色的一个灯带，把这个灯带我们拿出来，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你看我们现在呢把它放到，因为呢我们灯带一定要放到一个平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你看我们现在选择这里的话呢，我们怎么样都找不到一个平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找到这里的一个平面，这个位置的一个平面，把灯带放到这个平面这里，先把它放出来，放到我们背景墙平面这里。好，放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灯带呢往里面尺寸稍微移动一点点就可以了，移动一点点。因为这个灯带呢它是一个装饰来，所以它嵌进去里面一点点也没有关系的。好，把它这样稍微移动一点点就可以了，往里面移动一点。好，移动完之后，我们就要把它的这个宽度把这个宽度，因为呢我们刚刚已经知道我们的宽度是一个3750，好，我们就把这个宽度3750，我们把它调整好，3750，我们把灯带的宽度改成3750。好，改完这个3750之后呢，我们就能看到这里这个位置你看它有一个16711的，这边有一个尺寸，我们把这个尺寸改成0，然后呢我们的灯带就可以马上的
嵌进去的，符合我们这个尺寸。你看，我们就能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了，我们的灯带就贴合到我们的背景墙这里啊，贴合到我们背景墙这个位置。贴合到背景墙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一些饰品的话呢，我们就要一起去完善一下，好，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它放一幅挂画这个位置，放一个挂画。好，我们一样去到装饰这里，然后呢选择一个云模型，然后呢我们要选择一个这个挂画，把它放到中间这个位置。对，我们把它放到中间这个位置差不多。好，把挂画放到中间这个位置。装饰哈，橙色饰品，我们放一幅挂画在这个位置。挂画的大小大家也可以自行去调整的，你可以调大一点，可以小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好，我们把挂画放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要找2个的台灯放到我们这个床头柜这里。好，台灯的话呢，我们同样也是去到灯饰家电这里，有个灯具，这边呢就会有一个叫做台灯，然后呢我们也选择2个台灯，把它放到这个位置。好，我们选择2个这个台灯。稍等啊，选择这个台灯吧，这个台灯 B0121 这个台灯，对，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好，选择这个台灯，选择这个台灯，把它放过去。好，台灯有放好了吗？好，台灯大家都有 OK 了吗？好，那我们把台灯放完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做另外一步了。好，把台灯放完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边我们要去放一些装饰品了。那这里呢我们还会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放装饰品的话呢，首先我们选择这个柜体，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在工具栏的最后这里啊，它会有一个小箭头，这里呢会有个叫做自动饰品。好，我们先把这个给它选中。先看屏幕啊，然后呢点击这个桌子，然后呢这里有个工具栏的最后这里呢会有个三角形的，
然后呢我们要选中这个叫做自动视频这里，好，选择自动视频，这里呢就会有一些视频，我们要选择一个叫做桌面视频，这里选择一个叫做桌面视频的功能，桌面视频。好，因为呢我们现在要放一些桌面的一些视频嘛，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要在这边呢去找一个这个视频，往下找到一个这个视频，找到这个视频，书桌组合这个视频，然后呢我们点击它，它就会自动在桌面生成这个视频了，非常的好用。好，这个呢就叫做桌面视频。好，这个视频大家有完成了吗？有找到吗？OK， 好，找到完这个视频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剩最后一步了。我们这里呢还要放一个梳妆的椅子，这里放一个梳妆椅。好，那梳妆椅的话呢，我们同样也是可以去到我们的一个家具这里，装饰、云模型，然后呢这里有个家具，然后呢这边呢我们选择一个椅凳。这边就有一个梳妆椅，然后呢我们就找一个梳妆椅的款式给它放进去就可以了。好，我们就选择一个这款梳妆椅6892装饰家具，然后呢装饰家具椅凳这里选择一个梳妆凳，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输入进去，你就能找到我刚刚这个同款了6892。好，我们把这个椅子放进去之后呢，那基本上我们这个空间呢就已经完成了，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到一个出图的这个环节了，好，那出图的话呢，还是跟我们昨天那个厨房出图那个流程是一样的。好，我们点击渲染这里，然后呢我们去到这个页面，然后呢首先大家跟我们用一个角度就可以了，去感受一下这个空间，我们就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感受这个空间就可以了。好，我们用一个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角度，好，我们就用一个角度就可以了，用这个角度，然后保存一张角度，然后呢我们要再去这里光子渲染，找到一个极速光子渲染，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比例调整为16:9之后，我们看到我们刚刚保持那个角度它就不适用了，所以我们重新去调整一个16:9的一个角度。
好，16:9。好，我们要用这个角度。OK， 16:9的一个角度。好，我们把这个角度保存完之后呢，选择一个 4K， 然后灯光模板的话呢，选择一个白天通透，好，一步一步来哈，跟着我一步步来。首先要选对哦，光子顺氧，极速光子，然后呢16:9 4K， 然后呢会有一个白天通透，灯光模板白天通透。好，一步一步来，先选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这里的外景的话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个白色。我们选择一个白色，先让它看起来，对，选择一个白色。好，然后太阳光，好，我们来看太阳光开，我们就把它开来就可以了。太阳光开了。然后太阳光调整的话呢，也是跟昨天的是一样的，去到2D 这里，看看我们这里呢就会有一个调整太阳光的一个角度，2D 这里，然后呢我们把太阳光调整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调整类似这样子。好，调整完太阳光之后呢，我们就再回到 3D 的这个页面这里。好，然后呢，我们再核对一下我们刚刚的一些极速光子16:9 4K 白天通透，然后呢有一个窗外景，我们要一个纯白色。好，太阳光调整好之后，那我们就按出图，我们就直接按我们这个极速光子渲染，选择一个角度，我们就按确定。好，在这个空间呢，我们提交2种不同的渲染方式，一种呢是极速光子，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已经提交了极速光子了嘛，我们再提交一个普通光子，普通的光子。普通的光子它的参数跟我们刚刚极速的光子是一样的，我们要看我们的参数是一样的。好，提交完之后呢，我们再极速光子的话呢，因为现在的服务器它有点繁忙，我们就不提交我们的一个超清了，我们就提交一个高清的就可以了，效果也是很不错的。高清。好，普通光子跟极速光子它的参数都是一样的哈，我们不用去额外选择。好，提交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图册这里啊，看看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图的一个效果。好，那个极速光子的话呢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呢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早上做的那个图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现在其他的小伙伴有已经出图的了吗？OK， 可以把你们的图啊下载下来发到这个群聊这里啊，可以看一看。下载效果图应该大家都会了吧？
在我们这个图册里面，这里呢它会有个下载的，我们就把这个图下载，然后呢下载到我们的一个桌面，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发到我们群聊这里了，发到我们这里。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早上，首先你要在这里啊，你看在这个图册这里呢会有一个下载功能，看到没？看我的鼠标，这里有一个下载，把它下载到我们的一个桌面，然后呢直接用图片拖到我们这个聊天的窗口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我们早上做的那个效果图了。现在大家有看到我刚刚发那个效果图了吧？可以耶。是的，你这个效果也可以。老师，如果那个墙壁对吗？如果我现在在做差不多好了，可是那个尺寸有点跑，所以它全部东西都会重新要自己调整过，哪里啊？就是墙壁的长度。墙壁的长度哦，你是刚刚的参数没有调整好是吧？对对对。哦，没关系的，你调整完之后呢，它可能因为你改变了它的一个外框模型之后呢，它可能只是天花的设计可能要重新来，其他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就刚才我有其他的，试过你原来做地板，的那些柜体的设计啊，都是会在的。嗯是的， ，OK，它的地板也是需要调过。对。因为呢，我们的一个空间改变了之后呢，它的里面的一些天地墙啊，它的那些硬装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呢，它原来的那些，比如说柜体设计啊，还是在的。OK，那然相对来说，后还有一个那我们调整那些天地墙其实会比较快，这个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可以，还有一你说个是，如果是用那个导图吧，啊，就是 AI 智能帮我们嗯画那个对吗？然后嗯，它就会好像很难用啊，那个我要讲 share 给你看呢，我 share 给你看，好，我可以 share screen 的吗？可以。那个参数再看一下。好，你可以share你的屏幕，没事。我 share 了对吧？啊，可以啊，我可以看到你的屏幕，你说老师，你看这个，刚才我第一个画的，就是啊用那个导入户型图 AI 做的，可是就没地上啊，啊。为什么？导入户型图，你为什么要用导入户型图那个做？容易吗？快吗？你可以点进去啊，你点不进去啊，这个就可以啊。可能是那个参数有问题，你还是不要导入，你还重新画一个会保险一点。哦，所以你是建议自己画会比较好咯。对，因为你这样子，它就证明你刚刚导入那个不正确嘛，可能你的步骤啊什么的有问题嘛，哦有可能，OK 是这样 OK，子啊。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像这些细节的话呢，之后你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都可以单独再跟你说的哈，好的，没问题的。可以啊，我看到大家做的都可以啊。好的，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早上的一个培训了，就是我们关于卧室这一块的一个培训了。
然后呢，关于这一块的话呢，我也已经有录了视频，然后呢，回头我们整理完之后呢，也是同样我们会分享到那个YouTube 上面，然后呢会发链接给大家，如果之后呢大家有需要去观看的话，我们就去到 YouTube 那里去观看我们的一个回放的一个视频。老师，你会发那个链接在这个聊天嗯。室吗？现在我可能要找一下，不过没有关系，然后我把它发到那个 WhatsApp 那里，让大家可以看到，都可以的。我好像没在哇塞吧？哦，不过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都会发到给你的，我找一下就可以了。好的。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早上的一个培训了。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早上就可以到这里，然后呢下午呢就会有其他老师给你们讲其他的一些内容。然后如果之后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在那个群组那里问我们的。行，然后呢我们早上的会议就到这里啦。Recording stopped. 好的，感谢大家，我们下午再见了哈，拜拜。客气，好的。